大家好，今天比特币视频再来分享一下上涨的目标有可能会到哪一个位置。因为这两天一直在观察主力 27.3K 到底破与不破。就现在来看，这个位置主力根本就不想破，所以低点也是在走高，低点在走高。那高点有没有可能会再走高？关键的点位突破，今天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张图表，有可能比特币会再大涨70%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啊。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这个头肩底的形态，理论的上涨目标，如果从28000到这个25000，那这个颈线突破的位置，我估计至少都要上看到3万，或者是加一个$3000，有可能会不会去31000到32000的空间。所以我的观点，底部买入的筹码不要随随便便的卖出。这个位置到底主力是要重新压回到下面的这个箱体啊？但是就从这3天的情况来看，有可能就是正常压回啊。昨天价格又涨了，或者是这根 K 线，有些朋友是担心。但是我们现在来观察比特币对美元的交易对4个小时里面去观察下跌的量。那昨天这一根上涨量已经盖过去了，包括昨天的视频结尾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提到，出了一根多方的吞噬啊，而且昨天4个小时也是有提到 Vegas 是踩在这个576跟676的通道上方，那现在价格还在这个576跟676的上方，有可能这个位置震荡，主力是不是在等待下方还有一条通道，什么时候金叉这个576跟676，有可能会不会正式去挑战这个 28.2K 只要收盘过，那等下跟大家讲，有可能比特币至少上看的目标会再涨60%到70%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，因为我们再留意一下，就是今年的8月份，当时比特币在这个区间有一个箱体整理的区间，目前这边还有一点的套牢盘。我的观点是不排除主力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也是在横盘震荡，会不会再继续震荡个10天左右？包括下一周四，美国那边也是要出一个 CPI， 所以有可能在等待一些事件，是不是整理到位？如果在这个区间震荡到位，会不会在10月中旬去挑战这个压力区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，还有一个上涨目标，就是 25K 到这个 15K 的低点。它是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，按理论的一个上涨的空间，从 25K 至少再加$10,000，有可能是在 35K， 到时候我们要留意会不会有风险。但是我的观点，整个中长线不一定要看到 35K 哦。如果 28.2K 过，有没有可能去这个 48K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 48K 也就是整个周线里面这个 N 型的转折位，这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啊！我记得在半年多之前是在这个区间还是在这个区间，有跟朋友们计划过，如果比特币要横盘个180多天，有可能就是主力在积累。在每一次比特币历史的第一波牛市里面，会有2个买点，一个就是底部或者是这些2万下方抄底的点位，还有一个就是第一波上涨之后，每一次有压回，有可能是在2浪整理区间的低档的位置，你如果再配合一些其他的技术形态，比如说头肩底啊，它突破颈线的一些支撑位，像这些买点，如果时间整理个180多天，有可能横有多长，竖起来就会有多高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N 型的位置，它在历史上也是有这些重复的一个现象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2017年比特币整个空头的熊市跌到19年的底部，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有2个买点，一个就是在底部的买点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第一波上涨，这边是涨了3倍，有压回2浪的每一次低点的位置，它都是会有上涨，所以你找这些点位，或者是能遇到黑天鹅事件，也是求之不得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第一波上涨了3倍，它是直接把这个 N 型的高点给它突破，后面它压回来整理了180多天，有可能时间整理差不多，加上空间也整理的差不多，可能就是要开启第2次挑战，就是这个 N 型的高点。但是它遇到黑天鹅事件，或者是第一波的上涨空间比较大的情况下，
它有可能时间会拉得更长，最终是在这个位置20年的8月份左右才继续挑战的，就是这个位置 N 型的高点。那么可以看一下2015年有没有这种现象，从13年、14年的顶部跌到2015年的底部$160附近，这里面周线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，就是 N 型的一个转折区。它后面在底部整理到位以后，第一波上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这边整理了189天，后面是从这个位置突破，正式突破这个 N 型的高点位置。所以我们细心去观察时间有没有高度的周期线，也是在这一个区间整理了180多天，然后我们去看它的空间，从这个低点涨到这个位置，涨了80%，直接挑战了这个 N 型的高点。因为这边也是有一个事件，就是比特币它后面是在这个位置马上要开始减半，所以我们想一下，明年4月份就要减半，现在是在10月份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不排除有可能天天在跟大家提的，比特币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历史上有这种经验，产量减半之前它会突破这个 N 型的高点位置。然后2012年我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当时在这一个底部的位置有2个买点，一个就是比特币的底部，真正的底部，还有一个就是第一波上涨之后有回撤的位置，像这种区间你应该进场继续买入。那么可以看一下它后面在这个区间，就是从这一个第一波上涨的高点，时间拉到这个位置，也是整理了180天左右。然后我们留意一下，也就是当年减半的时间是在这个区间啊。比特币在整理了180天左右之后，它会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就是这个高点突破了前面熊市的这个重要的周线里面 N 型的转折位，它会过这个高点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2012年，它在这边整理的时间180多天，开始往上突破这个 N 型的高位，它这里面的空间是涨了多少？可以细心去观察一下，拉到这个高点是涨了接近1倍。我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，还不是从这个低点开始拉上去计算。所以历史有这种经验，在产量减半之前它会过 N 型的高点。那我们观察一下，就目前比特币的这个位置，我的观点不排除明年4月份之前比特币有可能会涨到这个 48K 的高点，所以有可能时间目前是横得够长，180多天，空间一直在这一个 25K 到 30K 的这个区间里面相提挤压，目前完全有可能就是我个人一直在推演的，这边是大一浪，这边是不是二浪？现在是在进行大三浪的结构，三浪要涨到什么位置，或者是三浪里面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也会走什么1、2、3、4、5啊？才是刚开始的第一浪，后面会不会再整理一个二浪，然后又开启一个更大级别的三浪？浪行千人千浪，你也不一定要参考我的，但是我的观点整个方向，比特币中长线一定要给我往上去看，报到未来的顶部，我们再做平仓的动作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